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杜月华，现在是4月20号周三的盘后。今天市场出现了应该说一定程度的下跌，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市场下不下得去。在2天前的时候跟大家判断说，因为这个位置啊，我感觉短线调整可能到位了。从结果看的话，这个预估看起来不对啊，因为这根阴线其实把这2根这个震荡打破了。但是我的观点目前没变，我还是觉得现在看应该是以机会为主，这个位置风险应该是不大的。当时我们提出的观点是什么？大家还记得？当时我认为我说虽然走的纠结吧，但我觉得应该大概率已经调整完毕了。当时说如果还要往下走，可能提供就是或者说拖后腿的应该是谁啊？我估计是权重。然后我说那些已经前期跌了比较多的东西，创出新低的东西，我估计下不去。这个位置即便下，马上应该还要上来。我们先来分类看一下。因为代表权重的，其实一个是沪深300，一个是50。今天直播我们也提到了50，跟当年2015年特别像，大家记得吧？咱们来看一下，当时对比今天直播对比2015年走势的时候，我说盘中的时候不是在2819这儿吗？我说这地方要么就已经是盘中低点了，我说我们不知道，要么还要再做一个1分钟中枢震荡。我说这时候其实可以等等看。其实你看现在这个地方50很清楚。它从高点掉下来以后，应该是走了一个1分钟，第二个1分钟。现在这个背驰没完成，如果明天开盘再往下杀一杀，这个力度不够的话，这个背驰就成了。而这个背驰成的话，其实特别标准，应该就是，哎呦，这有点慢，就是在前期的低点附近。虽然说这个背不背驰这件事儿没发生之前是没有人能猜出来的，但是如果结合走势看，我个人觉得背驰的可能性很大，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地方来讲，其实下跌的空间，即便是拖后腿的。这个权重股应该说也不大，这是我的看法。第二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，就是现在谁在拖后腿？我觉得今天看主要有3个板块，核心呢，咱们先来看跌幅比较大的，一个是房地产。其实房地产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，因为我是看机会的。之前这轮很快的上涨的时候，我记得走到高点附近，我跟大家谈，我说这轮它没有像样的调整，回调中可以找机会。现在这个走势啊，很关键的是这样，第一呢，这个位置已经到了我个人预估的比较强的支撑位，在这儿，我之前给大家讲过。第二，今天直播有人问房地产能不能止跌，我说这个位置很核心的走势是要看什么？是要看这个下去创新低以后，这个位置是不是背驰的。大家看，经过这个1分钟中枢往下走，下面的 MACD 的柱子，或者看面积也行，你看到比之前目前看是小的，这说明截止到目前力度其实是没出来的。换个角度说，从我预估的角度看，房地产板块往下的话，这应该会出现小级别背驰，这个位置一把应该是下不去，还是要反弹的。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大。第二，今天其实还有谁呢？其实是房地产那个煤炭，叫煤炭开采加工这个板块，昨天晚上分享会我说了，其实是热点，但是最近涨得太高了。这个地方来讲，大家看，其实已经在前高附近了。最近我从来没提过这个板块，对吧？我觉得这里面来讲特别容易做高点。昨天我们分享说，我说估计从板块指数的角度看，它非常昨天这个反弹嘛，我说它非常容易回到哪儿呢？回到之前那个中枢震荡。所以这个板块现在我个人觉得是有风险的。但是呢，你在想它有风险，它直着这样一路下来的可能性非常小。这个东西其实最主要，它对50跟300的影响不大，因为它的权重不够。但是呢，是有一定权重的东西。但是我估计从节奏上来讲，它第一步应该是先到这个中枢支撑这儿，其实距离上沿应该比较近了，所以我估计有可能它要在这震一震。这样就意味着说，目前看2个最主要的做空板块呢，一个是有可能要背驰，一个是有支撑，我估计杀下来的可能性不大。这个跟前面上证50指数的分析去做拟合。还有一个是证券，其实证券这2天的时候我们都分享过它，因为我们提到了这里面其实它是负面的一个走势因素，今天还是跌了1.35，就是不是特别大，跟指数同步嘛。咱们这2天说的时候说到了证券什么呢？前2天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证券，说证券昨天这个位置不是背驰，所以它并没有形成底背驰，这个东西估计可能还会提供负面的走势因素在。但你看今天往下杀了，这个力度目前是放不出来的。所以如果明天这个背驰长的话，证券这个调整短线应该就结束了。这跟之前就不一样，之前这反复震的时候都还是中枢震荡，但这个如果再起来就是背驰了，这个持续性显然要比之前好。所以我如果结合目前比较重要的几个，我觉得对市场可能有负面影响的板块看，我觉得他们现在对市场形成特别大杀伤的可能性不太大。当然，这个可能我得动态的看着明天的指数走势才行。
但是如果从主观预估的角度看，我说我的观点没变，是我觉得他们这地方很有可能要形成背驰和支撑，所以市场在这里其实很难下去。而对于超跌这块，我没有观点变化，就超跌最近要做，你记住一件事儿，就是如果它没出季报，你对季报有怀疑，你最好不要赶在季报公布前1-2天去买，你买那些已经公布季报预计公告的或者季报已经出来的东西就行。你要防业绩风险，把这个防住了，这些东西短期是下不去，这是我的看法。所以现在的核心还是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找机会。而且我跟大家讲，因为我跟大家对比了15年当时那个走势，大家记得吧？当时也非常困难，对吧？我是觉得现在我的直觉，我们应该就在这儿了，就这里。接下来大概率应该是这么走，所以我会觉得这儿应该迎来了从高点，从几月份啊？我看看啊，咱们看看这个走势，也就意味着是从3723，这是去年9月份开始调到现在，我个人觉得中期有可能迎来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点，就这里面有可能再往上，中期的反弹有可能有延续性。这是我目前的看法，第一时间跟大家交流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我很坦然，我觉得先说出来看法，然后动态的去看。所以我说现在这个观点我并没有变，然后抓的东西咱们其实说了啊，今天农业表现比较好，昨天跟大家说了，现在叫种植业与林业，对吧？这个地方呢，今天出现了上影线，因为我跟大家分享过，这东西如果真突破了，可是一个就是应该说有力度的东西，所以接下来农业这块核心是看300，要看确认，有可能明天还会有确认，但是确认住的话，这个板块实际上要引起大家注意的，因为我是觉得结合目前的走势跟基本面情况来讲，这种东西都有可能成为以前的白酒这种走法，就是它的持续性可能会比较好，所以这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，因为这提的比较多了，别的没什么。所以结合今天的市场下跌，我的观点，关于市场的观点，我个人觉得下去的可能性小。第二，这时候要注意就是观察一些权重股它的一个风险释放，但同时这里面更重要的抓机会。我个人觉得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这个调整，现在这个点应该是非常关键的点，有可能会迎来持续性的上涨，这就是我目前为止对盘面上一些看法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。接下来也会一起来观察市场是不是像想象的这么走。好了，各位，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栏目，明天见。